嗨，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我是小炳。今天带来的测评是绅士的703F。703F 呢带有来头哦，国内第一款3缸机，所以热度很高，将近100匹的马力哦，699cc哦，规格表打在这里，4万出头的售价，所以大家关注度还是蛮高的哦。为什么？但凡你受不了国内现在500的性能，500已经很成熟了嘛，但凡受不了500的性能，这个几乎是目前少数能进阶的几款车了，所以大家都迫切想知道这部车表现究竟怎么样啊？目前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测评，绝大多数都是好评哦。先露个底，我的好评没有那么多哦，缺点还是释出蛮多的。开始测评之前，先讲一下车辆来源，感谢本期赞助商 B 站 UP 主老式沙马，是本期最大的赞助商。我们的测评能够成功的拍摄，能够完全的试完。全靠老式刷脸，在郑州的经销商帮我借到这部车，来源应该是郑州的绅士经销商啦，但是全靠老式刷脸去借的，我都没有出面了。他一刷脸就借了好几天。那也希望各位 B 友能支持我们 B 站 UP 主老式沙马的事业，他的事业如果越做越大，人脉越来越广，以后我们不排除小炳摩托车评中心借车就全靠他刷脸去借了，我们成本都不用出。假使有那么一天呐，你们支持老式，让他做大做强，我的车全找他借，那老式就是我义父，好不好？也就是我们小炳摩托车评的最大赞助商了。来，废话不多说，测评之前再叠个甲。就很多人说绅士这个车啊，从来不给媒体充值，所以正规媒体从来不做他们车的测评，做他们车的全是一些阿猫狗媒体。也不好说阿猫阿狗啦，都是一些臭鱼烂虾媒体啊。我在此澄清一下这个谣言哦，我们是正规媒体。我有没有坐过绅士的车？那个 350D， 看一下 350D 的横屏，我是不是总结给绅士的评价老高了，对吧 ？GK 350横屏哦，复古街车横屏，我是也做过哦。然后哪怕早期最早出的3101，我也是第一个出测评的。只是近年来啊，做绅士的测评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东西我不喜欢的，我会深感可能是自己水平不够，不是车厂设计的缺陷。如果我不喜欢，我就觉得是一般，我会觉得是车厂设计不好嘛。但是绅士这个厂，我不太敢这么说，因为我怕老板跟我对线，所以做他们的车的测评压力比较大，比较谨慎。然后尽管压力比较大，比较谨慎呢，我不喜欢的部分，我们还是在测评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还是维持一贯评判的标准，好不好？以下就看我们今天的测评咯。从来试车始今年，总把新车换旧颜。观众老爷能容我不死人间，造孽钱。又到了无聊细部配置时间了，来，一样先从车头看起啊。造型设计造型设计我给比较高的分数。之前在铃木隼的测评呢，其实也很不好意思说，绅士啊跟这个川崎的线条都太硬了，我不喜欢硬线条的设计，我喜欢铃木隼那种圆滚滚的设计哦。但是不得不说，绅士在国内也算是比较少数原创设计的车款，它不太山寨别人的造型。光是这点啊，不太山寨别人的造型，这点我就觉得值得加分了。那前脸是有一个高达风格，你也很难在什么进口大厂的车看到这种风格，也算独一份的设计吧。那这个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有人就很喜欢，有人就不喜欢。那我是偏向，我觉得还不错哦，我觉得这个设计还不错。前面用了很多的灯哦，其他媒体会说这个是目前看到最多灯组的，进口车也很少看到这么多灯组啊。其实还蛮好看的用这么多灯还蛮好看的啦。这么多灯效果好不好呢？还是实测说话吧。我们看一下实际晚上我们测大灯的画面，它不管是近光跟远光，亮度跟它的铺路效果跟广度，哪怕跟目前最贵的进口车比，这都算是很优秀的照明哦。记住是很优秀的照明，这个实测说话有一说一，照明相当不错。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前面是个90/90 21寸的轮胎哦，90比较窄，它是显然是为了通过性
为了土路的破路性，弄了一个比较窄的胎哦，前面21寸，后面19寸，说明什么？还是为了离地间隙啊。也就是说，绅士在造这部车，至少这个21、19配置，官方是觉得它是有一定的，至少有一定的土路能力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设计理念吧。前面这边有个行车记录仪，这也算比较有诚意了，但很显然是设计完再配上去的，就是一开始没有设计这个。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车如果压缩太大的话，很可能这块硬的会去撞到行车记录仪，导致它设计完以后才发现说，这撞到行车记录仪怎么办？这里居然用一个只有这一块是软的，看起来就像后补上去的，它就是为了怕撞到行车记录仪，让这有个压缩空间哦。这个不算加分吧？这个只能算是我设计完以后发现会发生这个问题，再重新把这个挡泥板切掉，再做一个软的，这个在进口车也没见过，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事啊。应该所有事情在设计前就考虑完成了吧？但这只是我个人观点啊，我的认知没有到达车厂的那个高度，好不好？可能是我的问题，不是车厂的问题。但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像补丁一样的东西，是吧？你给我一个特写。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像补丁的东西。我再度重申一下，我是单纯以我自己的喜好说，我如果觉得我不喜欢，我就给比较低分数；我喜欢就给比较高的分数。但我的好恶并不代表车厂的水平，好不好？可能车厂的水平在第5层，我想不到，我只在第1层。我们做测评就是比较主观呐，通常都是以我个人的好恶，好不好？前面是2个对向式活塞的吸附卡钳，这个吸附卡钳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啦。如果是摆在15年，我会说这是相当不错的配置但是这几年我测了车，用这套卡钳的车也多了去了哦，基本我都是一样的评价，就是这个卡钳它带来的刹车效果是前段的手感稍微差一点，就前1/2比较空。但是过了1/2以后，到2/3到全按的话，制动力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这个如果在15年，我会觉得制动力道完全没有问题，是个加分项。但是放到2024年，这就是比较一般的配置哦。大家还是现在越来越追求手感，就跟什么目前配 Brembo 卡钳的国产车来比，手感还是相对差一点，但制动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接着往上看哦，它这里居然不是方向灯，这是个定位灯哦。它方向灯是整合在护弓上面的，这个如果放在进口车上，我会给差评因为进口车光是这么一个护弓，如果带灯的话，它可能要卖你1000多块钱那我之前在测那个什么450 MT 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车倒车去撞坏护弓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就有一说一在450 MT 上面，我们确实发生倒车护弓就碎了嘛。如果是考虑到倒车成本的话，那这个就是差评但这不一定是车厂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穷的问题如果说绅士的配件卖的便宜的话，比如说别人一个护弓卖200，他护弓带方向灯只卖150，那这就不是差评，好不好？那如果放在进口车上，这肯定不便宜，那就会是差评这个还要看你口袋的深度我只能这么说，好不好？不一定是设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口袋不够深的问题它只要配件卖的便宜就没有问题，好不好？后面这个挡板护甲其实做的质感还不错如果跟那个凯越500X比，当年凯越500X那个护甲简直像五金行打出来的，就是路边五金行打出来。那绅士这个做工显然，光是这个护甲看起来就比凯越的高级很多这个我们拍到什么就说什么。发动机外观倒是一般般吧，不加分不扣分。摆在早些年，我会说这些白色的螺丝看起来太突兀，但是这几年我也不这么说了，因为越来越多的车是这样做的话，现在我也觉得没那么难看了，因为很多进口车其实也这样。但你要说多好看，老实说，我还是觉得一体性好一点会比较好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来，接着我们往后看，这里可以看到它为了做高这里还是很凹陷的嘛，这还是为了做高。但即便它做的如此凹陷这个线条做的如此凹陷，这个高座板的坐高仍然有845，还是相当高一个坐高。一会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坐高这个油箱有22升也算是个大油箱咯到时候我派楚楚去做油耗测试，做一下就大概知道续航是多少了总结报告我们再讲
续航的问题。后面的排气管造型呢，我是觉得有点设计过度了，但至少跟前面的硬线条是和谐的。我不是为了故意黑绅士，当然我也没学过美术哦，再度重申哦，做这个测评好难，我也没学过美术，不太有资格评价这个美感。但我们带个特写，我总觉得线条这么硬，真的有点怪怪的。总感觉我不管是配什么吉村管啊，配什么蝎子管，什么改装件，都会导致跟这个车的风格不是太搭配哦。到时候万一要改装，可能还得想一下要怎么改装才会好看。那目前我总觉得这排气管设计有点，设计的太过了哈。当然我不是读美术的。后面这个方向灯呢，可以看到它也为了这个排气管打了一个补丁呢。这里有一个应该是防烫盖。这里的热气，它怕把这个软胶溶掉了嘛，所以这边有个防烫盖，这边没有，这应该也是一个补丁吧。后摇臂道蛮好看的，看起来不掉价啊，挺上档次的啊。这里还有一个名牌，还行吧。绅士一向在这种外观小部件的细节质感啊，我一向是给比较高分数的。前后轮胎都是用米其林的一个菠萝胎啊，但是我觉得要留个心眼，因为我稍微骑一下这个车。我总觉得弯道给油的时候，轮胎会稍微有点滑动，然后我们高速在100多骑乘去压白线的话，也会有稍微滑动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在我之前试那种国产车配倍耐力的菠萝胎跟正新的菠萝胎都没发生这种情况。那因为米其林这套胎我比较不熟。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新胎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个人是觉得留个心眼呐，有没有可能这个胎是特供的？给绅士装车的胎跟他们市售改装的胎配方不一样，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不一定对哦，我瞎猜的。只是说我没有在一个新胎同场对比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它略有滑动，抓地力总觉得没那么好，所以我是提出这个疑虑啦。万一没有，就当我没说，好不好？万一跟市售一样，因为毕竟我对这个胎不熟，我只是说跟我之前试过其他车款用倍耐力菠萝胎跟正新菠萝胎的比，这个目前这台车单指这台车，这个咬地力稍微差点意思哦。这个测评好难做，要叠甲。排气管呢，其实设计上我觉得设计上有问题耶，可能是我的问题啦，可能绅士觉得没有问题啦，可能是我的问题。我跟你们说问题在哪里，就是我后座要载人，这是原厂的状况，原厂是没有3厢的嘛。那你看，我现在后座要载人，我的小腿势必会贴在上面，我完全没有办法离开这里啊！我小腿就势必要在这上面啊！我不是故意贴在它上面，它就是这么一个坐姿。这里我在市区骑10分钟啊，这块防烫盖的温度大概是65度到70度之间啊，这小腿是完全搭不住的，所以我不太清楚它的设计理念是怎么样。在市区坐这个车的后座。反正我是没有办法做，小腿扛不住，穿长裤我都扛不住，这个东西，很可能是设计瑕疵，很可能是设计瑕疵，我不敢确定我猜测很可能有这个设计瑕疵的1%、1/1000的可能性，好不好？讲的保守一点，但就是有这个问题。我一会儿带个热成像图给大家看一下，实际在市区骑完的温度看你们能不能扛得住啊？也许有人能扛得住，也许是我比较娇气。我绅士的测评真的难做。来，我们过来看一下加分项，我好喜欢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改成副油箱，对吧？据说那个副油箱300块钱，我对副油箱是没什么需求的，因为我觉得22升是一个挺大的油箱，但这个一体性挺好的，它是一个置物空间。很多进口车是不会原厂给你这个东西，哪怕你有原厂给你的一个东西几千块钱。我自己出门也喜欢装一些小东西啊，小东西一般是放什么油箱包，要不然就自己背个背包、背个腰包嘛。那有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一直装在里面，挺好的，加大分数了这个东西加大分数，进口车哪怕是不设计给你，要不就是设计给你卖的巨贵无比那绅士这个好评，为什么我需要这个呢？因为我出门可能会永远带个那个什么小米充气宝，大概有这么大体积，对吧？我可能会带个6角扳手，我会带个那个小的补胎包，然后那种东西你平常就用不上，但是你不带心里就很虚，所以它是一个永远会放在车上，但是你又用不到的东西，那个就放在这种小箱子，超方便我很喜欢这个小箱子。好，那上面部分我们这里稍微带一下，
我们就第一视角再说啦。其实我个人认为开关键的高级感是比较差一点，然后绅士的开关键也都做得比较复杂，没有那么易用，要熟悉一下啊。绅士很喜欢把某一项功能就做成一个独立的开关键，比如说坐垫开启。天哪，你踏板车坐垫开启也就算了，我倒不是说它扣分啊，我只是觉得按键实在太多了。弹射坐垫，为什么挡车要做一个坐垫开启键呢？好，我没有说它不好的意思，只是说真的有这必要吗？对，也很少在这个类别的进口车，哪怕你买到10几万、20万的进口车，你很少能看到坐垫开启会独立给你一个按键的。哦，没有说绅士不好的意思哦，我只是觉得这个开关键有点太复杂了。好了，我们接着看看这个坐高的部分哦。接着我们看到坐高的部分哦，这车坐高是845mm， 我身高178公分，体重65公斤，坐起来大概是这种感觉。我2只脚基本是没有办法踏平地面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坐垫比较宽一点哦。也就是说，这个车其实我个人认为不太适合新手骑，因为它车重摆在这里哦。说到车重，我们顺便讲一下这车车重吧。官方公布的车重是228公斤整备重量。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实测重量画面，在全油箱满油的状态，加起来大概是238点多公斤啊，是个挺重的车重咯，至少跟国内的所谓的500级 ADV 比啊，这都是一个挺重的车重了。那新手在脚踩不到地面，然后再加上车重比较重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不要说我在危言耸听哦，给你们看一个示范画面。新手骑车，他能够左倒右倒，爬不上车，就挺难受的。所以，如果腿长不够的话，骑这个车是要有点技术力才能骑的哦，要戒慎恐惧啊。那它另外有个低座的版本，没有办法改善多少。为什么没办法改善多少？不是故意在黑绅士，是我的身高实在是不够高。我骑这个车停灯啊，2个脚就会开始找地面，因为我没有办法踩实嘛。我会开始找地面，然后再加上它的车宽比较宽，我在2脚努力找地面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大腿硌腿。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当然高一点无所谓，你要是185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但我178会有这个情况。那我也尝试换过低座版的，我仍然没有办法2脚踏实，我仍然会去找地面。那低座版的会比这个高座版的更硌腿，这里会更疼，所以。我觉得它的低座版跟高座版差异其实不大，对我这个身高的人都是没有办法踩实地面。那低座版反而会更硌腿，所以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这个高座的，相对会舒服一点。这个是坐高的部分。那我们另外看骑乘姿，挺宽松、挺舒服的，挺适合长途高速巡航的一个骑姿。然后它的风挡也有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调整幅度哦，最高这么高。这对我来讲几乎已经是全身挡风了哦，风都要从这边过去了，是吧？然后最低呢也不太挡视线，如果调最低的话也不太挡视线，这是个对我来讲挺好用的风挡。所以这个车其实在动力又有，然后减震配置又很不错的情况下，其实高速巡航是蛮舒服的一个车哦。具体还是有一些小缺点，我们总结报告再说。那这车我们再说还有一点问题，就是它车体啊车架。跟身体接触的部分，这里接触的部分，温度有点太高了。我们带一下热成像的画面，可以看到在气温30度的情况下，它这个车架靠近身体的温度大概是45度到50度了，算是一个蛮高的温度了。我们在同场同温度下对比另一部踏板车，也是绅士出品的350踏板车，可以明显看到跟骑士接触的部分会比 703F 要低非常多，所以这个车高速当然不会有问题，因为高速你时速100多、120巡航，你吹的风很快就能把热量带走嘛。但是如果在市区低速行驶的话，你如果觉得市面上有任何一部500级双缸的 ADV 对你来讲太烫的话，那这个车绝对不适合你。骑这个车至少要习惯大排量该有的热量发散，尤其它风扇打的时候，热风会一直吹大腿跟小腿。市区骑比较烫。接着我们细部配置就讲到这里了，废话不多说，我们骑车去吧。我们来判断绅士 703F 的第一视角。来，先从我们骑士骑上来能看到的东西吧。整个观感
比较看起来不高级的地方，我觉得还是这个手把件啊。当然，这个也是怎么讲，有点期待过于高了。因为国产车的手把件，我基本在我的测评里面很少有高评价的哦。近年钱江有一套比较类似 MV 阿库斯塔开关键，那个是我看起来觉得质感做的相对比较好。那绝大多数的国产车开关键质感都做的不好。我拍一下近距离的特写给你们看，实在称不上高级哦。然后，因为他们车啊，通常整车设计人线比较分明，导致它整个开关键的设计人线也都很分明哦。这个甚至我一般手碰都还觉得有点刺，这个我也不是很喜欢。就什么本田啊、雅马哈开关键或铃木的开关键，一般可能会做的比较大，然后有点倒角，它并没有，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开关键看起来没有那么高级的原因吧。另外，它这个开关键实在是太多了。晚上其实我如果还没适应这个车，我还是得拿手机出来照一下，看哪个键到底是哪个键。比如说 TC 我是选择开还是关啊，或者说动力模式我要切 S 还是 E 啊，或者是说我甚至我要调个风挡，按一下风挡，再按风挡提升跟风挡下降，这个都比较难受，会经常误按，比如说误按到双闪。一些配置有加热手把好评，这加热手把在日本要很高级的车才会给你加热手把了，国产车现在都是挺舍得给的。这里有个充电接口，充电接口2个孔，一个 Type C 的，一个 USB 的，设计在这里也是蛮合理的。然后有免钥匙，免钥匙在绅士已经导入非常多年了，很成熟了。这个也是在进口车里面要非常旗舰级的车款才会给你免钥匙哦。这一些配置跟进口车比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哦。进口车在这个价位不可能给你这些小东西，我们说的小东西，包括它的这个后视镜，有后方雷达预警，这个也是花里胡哨，有用，但花里胡哨。一会拍一个实际后方雷达侦测的画面嘛，左后方有车，这里会闪；右后方有车，这里会闪；后面正后方有车，2个一起闪。那我们再试一下，左侧靠近它会不会左侧闪？如果左侧能闪，就不用再测右侧太多次了哦。试一下，还可以啊。这个还行吧，只要它不增加太多后视镜的成本，我觉得还行。然后我们接着讲手把设计有什么我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了。方向灯的按键我觉得不太好用。首先它这里会被上面的按键有点挡住了哦，这做的比较小嘛。然后其次是我打左方向，然后我要取消的时候，取消这一下容易去按到右方向，这不是很明确，段落感不是很明确。你看，比方我现在打右方向，然后我要取消，我左方向我要取消。不是很好用的一个方向灯，其他没什么意见。好，接着我们直接开机看看吧。长按这个启动，启动会看到漫长的开机动画，然后进入仪表的时候，刚刚可以看到有点跳帧刚进入仪表的时候，指针有点帧数不够，判断大概电竞级别的每秒3帧电竞级别。它大概刚刚我肉眼看到的是整个指针是这里一个动画，这里一个动画，这里一个，再回来这里一个动画，嘎嘎嘎嘎，有点跳帧。那这个 UI 的设计呢，绅士呢总觉得有点像中升那种用的颜色比较多，然后字型比较多，然后用什么阴影啊，导致它整个界面看起来没有那么整洁的感觉。那这个仪表有什么好处呢？至少人家胎压胎温是在第1层的，这个是绝对好评哦。胎压胎温这么重要的资讯，终身是摆在第2层，它摆在第1层，好，这是好事哦。它这个其实有几个风格显示可以切换啦，一会我带个特写的画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了，我就用一个我觉得相对比较舒服的界面骑就行了。好的，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骑起来发动了啊！我们先用 S 模式，直接用 S 模式。说到，你看这个远灯亮起的，
这个远灯设计不是太合理了。哎呦，我真的不是很想批评，我总觉得批评会出问题。可能是我手的问题，好不好？叠个甲，可能是我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设计不太合理，这可能不是车厂的问题。你看我现在手在这里，我稍微不注意，我经常会去掰到这个远灯开关。比如说我现在是近灯嘛，现在可以看到我手部动作嘛，然后我这样就掰到远灯开关了，非常不经意的掰到了。它的远灯开关设计实在没位置设计，安全实在太多了。这个我经常会去掰到，不代表你们也会掰到，好不好？不好意思。不得不说，就油门给的这一下，好听。然后目前4000转，非常滑顺的一个感觉哦。就这么骑起来，真的是有进口车质感发动机的感觉呢。不对劲，看到了吧？好，我发现哪里不对劲。这个车低转速域的油门是不太好控制的，很多国产车都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试过很多国产车都有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之前做过一个汉威500的测评，我就有说过，它那个车在5000转以下的油门不好控制，就是它会跳一下。5000转以后就没这个问题。绅士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我现在用3000转，我示范给你们看了3000转。我现在全收油，尾开油，全收油，尾开全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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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全收，就是低转速域的时候，这不是故意的，油门开度非常非常小。低转速域的时候，很难让它从0到0.1之间的这个开度显得不平顺啊。那我们一会儿来试一下，如果高转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情况。好，5000转以上穿的状况都几乎没有了，所以结论是这个车低转速在市区骑不靠半离合器，光靠油门控制会很难。这个按传统媒体的说法就叫做油门穿了。反正这个状况我如果不说的话，其他媒体肯定也会说，到时候又说我冲刺。但是也试给大家看了，5000转之后油门就是可控的。我们一会儿试试看1模式，看会不会好一点。同样是低转速域，试试刚刚的尾开。1模式好控制的。这样这个1模式很明显的，刚刚给50%的动力，它响了大概有0.3还是0.5秒才会有反应。1模式的动力傻傻的，不是很喜欢它1模式的反应，要等那么久发动机才会响应。对新手来讲可能是好事。1模式要友善很多哦，明显能感到1模式的。就停在这里，4轮精神啊！这出力蛮好的，反正跟国内所有的500级相比，都不是一个档次的感觉哦。飞跃性提升啊，不管是低转还是高转，都有动力。国内目前500级的低中高转都不可能有它那么得劲哦。
飞跃性的提升啊。灵活性不错呢。这灵活性我给很高。这油箱22升，现在是满油箱的状态。同级别的车我骑过800NT，那这个灵活性比800NT好很多，尤其是市区这种小路回转掉头啊。这里是断头路啊，一会双黄线掉头不要太在意。就这转向也没有什么拉扯感，虽然这个车重啊，但是倾倒都很顺畅。绅士这个车的重心设定蛮优秀的哦。蛮优秀的哦，这操控已经是优秀级别。这个官宣228公斤的车啊，实测230几公斤，但是能有这样的灵活性，已经非常棒。这个车的热度有点高。我刚刚骑到现在，已经2腿现在都是热风了。接着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车的快排好不好用。升2、升3、升4、升5、升6，算是比较好用的快排。但是它每换一下的，咔啦一下的顿挫会比较大一点，就是它切断你的油，再给油的那一下会多一点点时间。你再展示一下快排，这次是低转速域哦。刚刚为什么会说这个快排好用？因为它每一下换挡都有确实打过去，这样我就觉得行了。一般低转速域的快排点，进口车都不一定做得到。3千转、2转都不过去。3000转以下快排完全不能用，完全用不过去，有可能是我技术的问题。这个车同样低转速域快排不好用，但是有人已经能做到好用，比如说林博士，当然绝大多数的进口车快排低转速域也是不好用的。我们再展示一下快排，看一下每次勾过去它切断动力的时间点。是不是跟进口车比微妙的有多那么一点点时间？来，我们再试一下快排啊。看一下是不是我说那个感觉？2档、3档、4档、5档、6档，都录下来了，就啪啦一下，有点微妙的多出一点点时间。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不用快排的话，这车打档脚感怎么样？我帮绅士吹一下，这车打档脚感极佳，打档脚感非常轻快，极佳，好不好？我甚至觉得升档跟降档，我只需要用铃木隼1半的力气，就能升档跟降档。这个在国产车里面是极佳的水平哦。打档脚感优秀，给个大拇指。但是要跟进口车比嘛，中间水平吧。因为进口车有更优秀的，比如说宝马的1200水平对卧那个打档脚感是真的很润，轻快还加了一个润的感觉。那这个就是轻快但没有润。重申一下，在国产车里面是极优秀的。那你非得要拿去跟进口车比的话，只能看中间水平。来，我们再加点速吧。这个车的排气音真的觉得有点太大了，可能是我人老了吧，骑着觉得有点轰头。可能别人听觉得很好听，我自己听觉得轰头。动静太大了啦，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3000转左右，
它的油门不是太好控制，非得用半离合器骑，导致你可能也不是那么愿意用低转骑。那平常骑就变得更红头了。低转如果油门不好好开，不用半离合器，比如说堵车的时候要开油，堵车要开油，有没有看到？我没有故意转很多油门哦，我就是0跟0.1之间这样开而已。这就很可能导致你不爱用低转速去骑它，难受。然后接着呢，它5000多到6000转有一个共振带，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共振带会导致我的右手手把会有一个有点麻的震动，而且这个转速越高，手把震动就越大。这个震动倒也不是说有多大的震动，但是确实会让你的手感，会让你的手感觉不舒服。我不清楚是不是这部车的个案，但绝大多数的车啊，我骑啊都是脚踏先开始震。但这个车很奇怪，它油箱不震，脚踏不震，就是手把会传来一个震动感，这个是比较不舒服。前面跑的高速弯，他们状况怎么样？可以，这个减震有高级感，过弯有高级感，不摇。碎震稍微有点大，不错，这个在国产这个价位的车里面算相当不错的。再过一个高速弯，高速弯很稳定，很好。来试一下龙头会不会偏。我觉得还好，可能有点轻微偏右，但这个正常。几十万的进口车很多也是轻微偏右，这个没什么特别说的。第一视角都拍到这里，我本来想去找个烂一点的路的，但是我这边绕了老半天，实在没找着。接着我们继续就加速测试啦，对油耗测试啦，接着我们就去选择报告了，走吧。总结报告同样先从最重要的动力说起哦。先看一下官方实测的画面吧。好，准备3、2、开始。3秒28哦，哪怕坊间觉得官方是开弯负的做的，但是3秒28仍然是一个非常快的数据。你要想，这是一个90几匹马力，不到100匹马力的车，哪怕你调成幂齿比哦，只要一个1升2就能破100。90几匹要拉实测我们230几公斤的车重，要做到3秒2几啊！天时地利人和啊，哪个环节都不能有问题。路面的咬地力，轮胎咬得住，油门结合的那一瞬间，哪里都不能出错。1升2的换挡速度，没有一个地方能出错。兴许能做到，但我做不到了。来，我们看一下实测的画面吧。我帮你加速实测。
加速实测，干好难做。好，回来了。你炳哥3秒7，丢人丢死了，跟官方差远了哦。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做到3秒7呢？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后轮咬不住。我看了一下官方实测的画面啊，就甚至置顶的评论区有说官方结合的转速太低了，如果给谁做的话，结合转速高一点，能比3秒2几快，鬼扯淡。我跟你讲，为什么它只能用大概6000、7000转的结合转速，没有办法用8、9000，后轮必定滑，它后轮就必定在那边狂空转就偏移了嘛。然后这个车你还不能开 TC， 它的 TC 也是比较干会被告，它的 TC 也是属于干这要怎么？它的 TC 也是属于没那么滑顺的 TC， 就是现在国产车平均水平的 TC。我们叠个甲好了，大概15年的时候啊，15年、14年的时候，国外的进口车哪怕20万一部的 TC， 也就是这个水平。为什么？那时候没有1到10段可调，所以它只能把你比较暴力的切掉油，去确保你的安全。那现在有很多是多段可调的嘛，你就不喜欢它暴力切，你就调轻微就好了嘛。那国产现在没有，只有开跟关，所以你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侦测到你打滑，砰，动力立刻切断了。我们实际上一下动力切断的画面。所以它开的 TC 是完全不可能3秒2哦，4秒0都有难度，好不好？好，那我们把 TC 关了呢，只要是高转速结合，后轮就狂甩。然后你就不得不用比较弱的加速力出去，它的后轮才咬得住。然后我刚刚细部配置也讲，这个米其林这个菠萝胎啊，后面这个胎宽150，其实咬地力是相对差一点的，它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的加速居值。然后关于加速居值这个事情，我是有发言权的啊，我是全国最早导入 D-Bus 实测的媒体啊，没有之一了，就是我了哈。我00几年就开始导入了，没有人比我更早。那我对这种大排量车的加速居值是有研究的。你要做到3秒头的车啊，你至少0到10公里出去那一下，至少要有0.8到0.9个 G 的加速力。然后往后是递减嘛，后来就可能到了100的时候剩0.5、0.6这样的加速力，它才有可能在3秒头。但是703F 这个车，它几乎不可能达到0.8 G 的加速居值出去那一下，因为你要有那么大的加速居值，后轮必定咬不住。那我们测试的条件大概是气温28度左右，胎温也有将近40度，30几度、40度，所以胎温其实并不低。当然达不到官方用那种80度的暖胎器暖胎的那种胎温啊。最大的困难是我没有办法在0到40公里使用一个很快喷出去的速度喷出去啦。就尽可能还是让它后轮不打滑嘛，大概是这样，所以最终只能做到3秒7。那我相信以我的能力，在更热的天气、咬地更好的路面，我有信心我能做到3秒5，但也仅止于有信心而已。至少在现在的环境，我认为让我做3秒2几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也认为，所有人要往这个3秒2几再往前推，除非天时地利人和，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再举个例子好了，你看哪部进口车90匹马力230几公斤，官方会宣布3秒2几，就很难啊。你哪怕我之前试的那个什么900S， 120匹也没这个重啊，宝马拿铁120匹也没那么重啊，我测出来也没有3秒2几啊。所以这个比较难的哦，主要是还是后轮咬地的问题。然后我相信如果在这个基础条件下，同路面给我换一个咬地更好的后胎，我能再推 0.2， 那也就是 0.2 了，因为我有去分析那个加速居值嘛，后段加速居值就一直没有办法维持 0.8 了嘛，马力就摆在那里哦。这个是动力的表现，我认为没有官方说的那么神，官方说的那笔数据真的是要各方面的条件都完美匹配才有办法哦，我们做不到。但你说3秒7是个差的数据吗？不差啊，
虽然没有3秒2级那么神哦，高精的1200我前阵子才做的3秒9哦，全原厂哦，所以其实3秒7其实并不算差，尤其那么大的车，又是个 ADV。加速的部分我们讲了，接着我们讲极速的部分，它齿比是相对比较密一点哦，各档极速差别比较少，所以其实整个加速的过程各档都推得比较快哦。那一档的极速我们看一下画面，一档的极速实测是83.2公里，2档极速实测时速110.3公里，3档极速实测时速138.8公里哦，这里就可以看出2档跟3档极速其实差别不大了哦。4档极速实测160.0公里，那5档因为我们道路长度不够，5档没有拉到断油，那即便没有拉到断油，仍然测出极速是175.8公里。这可以说明官方宣称的极速能破200应该是真的，因为5档都还没有拉到断油嘛。那6档要破200应该是挺轻松的哦，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们接着看官方宣称的 E 模式跟 S 模式的加速有什么差别呢？ E 模式跟 S 模式，我先讲体感的反应。E 模式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不给油门，你直接给半油，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E 模式它大概响了0.3到0.5秒才开始给你油。它给你一个容错的空间，所以绝大多数的时候，你骑惯100匹马力的车，你会觉得这个 E 模式太傻了。像铃木隼也有一个半马力的模式 ，C 模式就是直接切掉剩一半马力，但是那个 C 模式还不傻，它只是让你转油门马力没那么多哦。比如说本来转一半油门有100匹，现在转一半只有50匹，但是它响应没那么慢。然后它这个 E 模式明显就是响应慢哦，所以这个东西平常用起来会不太爽。可能对你的安全是有帮助，但用起来不爽啊。那 S 模式就没有问题了，响应就挺快的。哦，那我们看一下，如果在全油门的状态下 ，E 模式跟 S 模式的加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实际截的那个 D-Bus 加速曲线图吧。接着我们看一下 E 模式和 S 模式同场的加速曲线图。加速曲线图的左侧是时速，右侧是加速居值，下方是经过时间。红线是 703F S 模式4档80到140公里的加速曲线，蓝线是 703F E 模式4档80到140公里的加速曲线，灰线是2个模式的加速居值。由图表可以看出，2个模式全油门到底之后的测试结果，加速能力几乎一模一样。也就是说 ，E 模式相比于 S 模式，最大的区别是油门的响应变慢，而不是动力有什么不同。如果2个模式都是全油门跑的话，经我们的实测结果，动力并没有高下之分。动力方面讲完了，加速我是比较不满意啊，主要是官方有点吹得太凶了，不能说官方吹，说官方吹又会被告。就是0到100加速有点不如预期，主要是官方的水平太高了，那我的水平太低了，所以就不如预期，比较失望一点，就也很懊恼啊。极速的状况倒是跟官方宣称的没有区别。以一个实测230几公斤的 ADV 来说，这样的动力水平其实已经是很能打的水平了哦，不要要求太高，你哪怕跟什么800MT 打，跟800X 打，都是一个很能打的水平，更何况。这个3缸机的全段转速域的表现都会比双缸机好一点哦，这也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优势。那就更别说跟500的打，跟500打是巨大优势，好不好？哦，虽然加速没有想象那么好哦，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动力是一个可以打的水平哦。那动力说完了，我们接着讲油耗啊。油耗我们请我们那个摄影油耗仙人去做了一个模拟长途模拟以时速100到120高速行驶的一个油耗，我们看实际实测油耗的过程嘛。又到我的环节了啊！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在郑州了，这车呢也不是我们之前测评的那部车，之前的素材出了一点问题啊，卡进水，整张卡都烧掉了，所以素材没有了。所以我是回到公司之后又问杭州这边的一个B友借到的他的新车，现在800多公里，他准备让我帮他跑完油耗之后去做首保了。先感谢这位好 B友对我们公司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以及对楚楚的信任了。老规矩，我们先看一下车的状态吧，好吧？
现在小计里程已经清零了，总里程是882公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油箱状态，能看到吧？就在这个铁片的位置啊。那接着我们就去跑油耗了，顺便帮这位B友磨合一下他的新车。走，还是老规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测试的条件吧。之前其实我做过一次了，因为在郑州的时候道路条件允许啊，所以当时就做的是100到120的高速巡航。但现在因为我后来又借我车这个好笔友，他是杭州人啊，就杭州周边其实不太有道路条件可以做那个100到120，就没办法，我就想着要不然就做个80到100吧，好不好？反正100到120的数据我们也有，只是说有点无凭无据了，就只在我的脑袋里了。那你要信呢？之前那个100到120我跑出来的油耗大概是5.1啊，就但无凭无据了嘛。然后现在我就准备，既然已经跑过100到120啊，那这次我就跑个80到100，看看到底会省多少啊？当然也是给没有道路条件找个台阶下，好，就这样吧。你看这边红绿灯其实挺多的，就没办法，你到了红绿灯，时间快到了也得减速呀。哎，给大家报告一下，现在时间来到凌晨1点46了啊，掉第一格油了，它总共有8格，现在掉第一格油了，91公里啊，91公里掉第一格油了。哦，顺便说一下，我们都是用 Sport 模式骑的，我之前那个100到120也是 Sport， 这次的80到100还是 Sport 模式啊，继续骑。果然呐，第一格油还是逃不过金刚油的命运，但是这个有点过于金刚了。那个现在小计里程110是1.4 2.07分，然后掉第二个油了。现在时间2点半了，然后小计里程142.6掉第三格油了。然后可能有的人会有疑问呢，这个平均速度72，是不是叔叔你在这里作弊啊？不是的，比如说现在这个车通的电停在这里，它那个平均速度也是算的哈。比如说偶尔现在在旁边录这种东西啊，或者整设备的时候没关电的，它也是算的哈。这里跟大家说一声，通常以我测油耗的驾驶习惯来说，这个车机上的平均速度加20公里就是我实际巡航的速度。我以前有好几次我观察了这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哈。现在时间是2点54分，167.4公里啊，掉第4格了，还剩一半了。可以看到旁边这里有一个小扳手的标已经亮了，提示要该保养了。所以我帮这个好哥们儿，他借我车，我帮他骑磨合，这算是其中一个工作吧，已经完成了。哦耶，继续。加油站抵达了啊！给大家看一眼，现在3点44分，小计里程210.2，然后车机统计的是4.7的油耗啊，然后油量还剩3格，掉了5格。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加油看看吧。95加满，谢谢。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看一下啊，总共加了10.25升啊，对。我等一下去里面付吧。哦，现在有没有情况是这样的？加油出来了，然后结算画面了，总共加了10.25升，跑了210.3公里啊。算下来油耗是4.87升，然后车机上显示的是4.7。这一次车机好像又显得挺准的，不懂它这个，你看嘛，不懂，有点不懂它这个车机和上一次的不太对得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4.87升是80到100巡航 ，OK， 就这样了，拜拜。好，回来了，哦，坐下来5.1，啊，100公里5.1，大概22升5，5420，400多公里哦。哦，长途摩旅一桶油大概能跑400多公里，你如果跑80的话，能更省。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先说一下槽点，它的电脑算的油耗不准。哦，干，说不准又会被告。
啊，怎么可能不准？肯定是我们有问题啊！好吧，好，那说到油耗，我们先讲5.1什么水平嘛？跟进口大排量这个3缸机或4缸机比的话，5.1不算一个高的油耗，尤其一个时速可以推到200的机器。当然，也有人做到更省，比如说之前做的那个高精的 GK12，大概比这个要省一点。那毕竟是一个比较低转的机器嘛，那它在100到120的巡航转速大概是5000到6000左右哦，转速还是比这个高精的要高一点，所以油耗高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哦，可以理解。那5.1并不算差，算是个与进口车相比算一个中间的水平，也不算太省。那我们实测过程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仪表显示的平均油耗跟我们实测的不相符啊。仪表显示是4.5，我们实测是5.1。那这可能也不一定是官方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的问题，不知道，没有核实。但我不敢斩钉截铁，别的车厂我就敢斩钉截铁说肯定是车厂不准。那绅士我不敢了，绅士水平太高了，不敢这么说。那我们只能跟大家讲，就是仪表上面跟我们实测的不太一样。哦，刚刚油耗讲完了哦，100到120公里定速巡航条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哦。以进口车相比，不算优秀，也不算差哦，中等水平哦，可以接受。以一部将近100匹的车，这个油耗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接着我们讲操控，操控的话，我还比较嫌弃后轮的咬地力。比较前期后轮咬地力，我不太清楚是不是个别车况的问题啊。但这个西部配置也说了，我之前试倍耐力的龟背胎跟正新的龟背胎都觉得咬得住哦。那这个目前这个米其林的胎，我们像120在比较宽敞的道路走压白线都会觉得后轮有点滑移哦。我只是把状况跟你们讲，但我不清楚是不是这部车的个案，好不好？那减震调得很不错，以国产车的标准来看，算是有高级感的减震。它可能在碎震的处理略差一点，但是支撑性不错，高速的支撑性不错。这个第一视角骑给大家看的，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减震的。那以进口车的标准，就是中等水平的减震，过得去。在整个我真的凭这个车不知道该用进口车的标准还是国产车的标准，因为我平常评这种4万多的车，就是按4万多的标准评，但是绅士又很喜欢对标进口车，我很怕不对标进口车，他们觉得我看不起他这个车，就很难受哦。所以我尽量用2个标准去讲这个车啦。那它操控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跟它的竞品比，发动机的体感啊，整个体感是比800X好，800X那个颗粒感很粗，所以你其实骑的时候，整个愉悦感是比800X好的。然后操控的轻巧感会比800MT 好很多。我为我说的话负责哦。虽然它油箱22升，但即便是全部加满油的状态，你也不会有800MT 那种市区小路倾倒，它上半边的重量在跟你抢把的感觉，完全不会哦。自己可以试骑一下哦。这个在目前的国产车，我也觉得算是一个重心调教比较高的水平吧。哦，那你要说比进口车强很多嘛？正常发挥在进口车里面算是正常发挥。那减震整个调整，刚刚说了，我只对初段碎震的处理觉得仍然不够好，但整个中高速以后的减震表现都挺优秀的哦。原则上还是打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操控这个高分主要来自于它主要的竞争对手，我都觉得没有很厉害。那如果真的要去往跟进口车相比，我觉得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呐，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呐。好了，动力、操控、油耗都讲完了，我们最后来讲讲这个车主要的优缺点吧。先讲优点哦，第一个3缸机，那这个3缸机整体从低转、中转到高转的动力都有哦，那比目前的500级要上飞跃性的上了一个档次，比目前的500级。飞跃性的上一个档次，跟目前同级别的800级来比的话，800级双缸来比的话，你会觉得整个运转绵密许多，是个非常大的加分项。你如果喜欢4缸车的话，你不喜欢双缸的颗粒感的话，你会觉得3缸的出力。今天来试驾摩友的声势703F，他告诉我说这个车有单向派。哇，
还得拿着吗？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上车了。哎，坐高不高呀？这个车坐高，我感觉不是很高，因为我身高有188厘米，845的坐高，感觉175以上的兄弟们就可以轻松驾驭。好了，接下来是路试。我丢，这个快排的感觉这么少，感觉发动机平顺性很好，很丝滑，像德芙巧克力一样，哈哈哈。拐过弯去浅浅的拉一下试试。因为是朋友的新车，还在磨合期，就不暴力驾驶了。一档极速60迈，2档极速80迈，3档极速100迈。因为是新车，还没出首保那个转速限制，所以跑这么轻。是带着转速限制，所以1、2、3档的极速啊，各位兄弟。整车确实很慢，动力也很少。声浪擦掉了那个消音，期许有点炸了。单向声浪快排确实好听，砰砰砰的声音很让人上头。我准备试一下翘头好翘不？先看看后方有没有车辆。哦，写刻有 TC。再试一把。不行不行，这 TC 确实起不来，因为不是自己的车，我也不太会关这个 TC。兄弟们，感觉这个声浪怎么样？哦，有条小土路，要个头回来试试这车的非铺装性能怎么样。浅浅的试一下，感觉车不轻也不重，比春风的800轻一点。因为挂着3厢，就不跑太复杂的路面了。好了好了，该回去了。再给兄弟们听一下这快排的声音吧。跑个145也特别稳，车架好着呢。这个车前刹车的手感很奇怪，我个人特别不适应。让我再试一下这一档的冲击，看看磨合期能不能动力翘得起来。哈哈哈，我还是不想放弃这翘头的心愿。确实，国产车里，个人感觉这辆声势的703F 比较能打。等等春风的800 MTX 上了，对比一下，2个可以选择，入手1个。车主和朋友在前方等我，得给他们也听一下这美妙的声浪。到了，车该还给兄弟们。兄弟们，下次想看我试驾什么车，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尽量去给大家试驾，以及分享我的试驾经验。今天就到这吧，拜拜了，兄弟们。